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，真正不好惹的女人，往往做好了这几点，没留一点遗憾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你是那个总是替他人着想，宁愿自己吃亏，也要成全别人，一味忍让，避免冲突，很好说话。总是习惯善良，明明是个好人，却总是无辜被欺，好心总没得好报的女人吗？如果是，你得记住，总是忍气吞声和委曲求全，这不是什么好品质。你太软弱，别人想欺负你时，连声招呼都不会打。若你有菩萨心肠，那你也得有狮子的力量。善良得有底线，容忍得有原则。别人不冒犯你，你也不冒犯别人。别人冒犯你，那你也不必一味忍让。往后余生，做个不好惹的女人吧。文学大师丰子恺在《不宠无惊过一生》中写道：心不慌乱，情不困扰，不惧未来，不念过往，这样便好。做人难，做女人更难。人生路上会遇到各种烦心事，让你悲伤，让你忧虑。但我们好不容易来这世间一趟，无论风雨多大，都要活得开心一点，随性一点，努力成为不好惹的女人吧。该生气就生气，该忘记就忘记。面对世间种种，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，都宠辱不惊，敢爱敢恨。不好惹的女人很独立。你听过这样一段话吗？用来形容独立的你，简直再贴切不过了。女人唯有自强，才不怕嫁错人。这不是说要你随便将就，而是要你用自己的独立和自强做后盾。别把爱情当作救命稻草，也别幻想婚姻能改变命运。要是遇人不淑，那也不代表你的人生就完了。记得宽恕别人，也放过自己。独立的你，内心一定很强大，你什么都不怕，既能优雅地出席各种场合，也能轻松应对日常生活。你从不依赖任何人，有自己的事业，有养活自己的能力。即便独自一人，你也能活出自己的精彩。就像那句你若盛开，清风自来。所以即使感情受挫，婚姻不顺，你也能在哭泣之后重新打扮自己，穿上高跟鞋，昂首挺胸，继续前行，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记住，独立是你最大的魅力。当你变得成熟，你要学会狠心，学会独立，学会微笑，学会放下那些不开心的过去，抛弃那些不值得的感情。你要做个不好惹的女人，即使生活把你折磨得遍体鳞伤，你也要鼓足勇气，勇敢地大步向前，把日子过得如诗如画，给那些曾经伤害你、背叛你的人一个响亮的耳光，让他们后悔不已。不好惹的女人有主见。对每一个女人而言，无论何时何地，都不可失去自我。只要心怀信念，勤奋向前，你便能让热情在每一个岁月中熊熊燃烧。而唯有燃烧热情，生命方能绽放璀璨光芒。聪明些，睿智些，开阔些，这样你便成为了一个有主见的女人。有些人一旦陷入恋爱或婚姻，便将自己毫无保留地奉献出去，甘愿成为那依附于人的小鸟。他们没有自己的主张，就连晚餐吃什么都不能自己决定，完全成了男人的附属品。但有时你事事顺从，处处妥协，生活却未必幸福。那为何不干脆做个有主见、不好惹的女性呢？自己疼爱自己，自己温暖自己，想逛街就去逛街，想旅行就去旅行，这岂不是更好？电视剧《忽而今夏》里有句台词：何必向不值得的人证明什么？生活得更好，乃是为了你自己。身为女人，切勿盲目模仿他人的生活方式，也不要轻信他人的话就是真理。你要在自己独立的人生中去思考，去探寻生活中的美好。无论何时，你都不可失去自我。无论你遭受多大的打击，无论你遇到多么悲凉的境遇，
都要坚持自己的主张，相信自己。人生短暂，切勿轻易听信他人的错误言论，更不要依附他人。你要独自去发现生活的美，展现自己应有的魅力。余秋雨在《借我一生》中写道，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去，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，反之，真正能伤害你的也是你自己的选择。做一个不好惹的女人，就是要用自己的选择保护自己，选择独立，时刻保持自己的主张，你就拥有了最大的底气。就像一书所说，生活上依赖别人，又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，那是没有可能的事。不好惹的女性既有脾气又有能力，那些打不倒她们的，只会让她们变得更加强大。不好惹的女人有态度。柴静在《用我的一辈子去忘记》这本书里曾这么说过，你仍要固执地去寻找那份触电般的感觉，去渴望那份女人一生都在追寻的爱情。你无法降低这个最基本的要求。朋友对你说，你的要求其实很高。如今两情相悦已经很少见了，尤其在物质至上的当下，这更是奢望。但你依然带着你的热忱与憧憬，在等待那个风雨兼程归来的人。人生不过短短几十年，最重要的是满足自己，而不是取悦他人。你没必要为了迎合他人而贬低自己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缘分，无论是感情还是其他，最不能做的就是随波逐流。如果你自己都抱有一种随意和将就的态度，自己都不对自己负责，你又凭什么去赢得别人的爱，去追求幸福和快乐呢？态度决定一切，你的处事态度决定了你将拥有怎样的生活和命运。人生一世，冷暖自知。无论外界流言蜚语如何纷飞，你也要坚守自己的底线和态度，做最真实的自己。想笑就大声笑，觉得累了痛了就尽情地哭。这世间除了生死，其他都是小事。生活再苦，我们也没必要向其低头，毕竟现实再离谱，也比不上生死的残酷。日子都是人过出来的，只要我们不怕事，有主见，有态度，再加上一点信心，怎么可能过不好生活？有句话说得好，心小了，所有的小事就大了；心大了，所有的大事都小了。看淡世事沧桑，内心才能安然。从此山水不相逢，过去的事就别再留恋了，别再回头，努力让自己变得更优秀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不好惹的女人有原则有底线。三毛曾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倘若你有着独特的教养，但在周遭缺乏共鸣的社会里，或许并不会得到尊重。相反，那些粗鲁无礼之人却能轻易树立权威，这真是一种令人费解的颠倒现象。你要做个有原则有底线的女子，当你展现出自己的原则底线，该生气时不隐忍，该坚定时不退缩，该拒绝时不含糊，你会发现他人反而会更加敬重你。你对人太好，无条件付出，他人未必会珍惜；你退一步，他进一步，反而更加肆无忌惮。记住，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，你没有必要委屈自己去成全他人，活得自在才是关键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就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对你。我的善良不是廉价的，别轻易触碰我的原则和底线，否则我也不会一味忍让。不好惹的女人都有界限感，人与人之间空间上的距离是分层次的，而你心里对朋友的衡量也是有界限的。面对同一件事，界限以内的，你会视为顺手之劳；界限以外的，则会觉得强人所难。拥有这种人际关系的界限感，并不会让你失去太多，相反，它会给你带来很多。因为别人了解你的界限，就不会轻易来打扰你，你也就有了更多自由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。界限感明确，还会让你交到一些真正意义上的朋友。
建立深厚友好的关系，因为懂你的人自然会靠近你，不懂你的人也没必要浪费时间相处。极简生活这本书中提到，无论我们与5个人、50个人还是500个人互动，我们对他人都有影响力，它产生的波纹效应甚至远超我们自身，其中并没有所谓的中性交流。我们与他人的交流要么是积极的，要么是消极的，我们要么能为他人生活增添价值，要么会消耗他人的生命价值。明确的界限感能让你有更多时间和自己喜欢的人相处，也能将一些不喜欢的人挡在门外，这样自己的生命价值就会一直处于积极的状态。人见人爱的完美就像个易碎的陶瓷面具，而难以相处的真实却如同有血有肉的躯体，充满流动性和弹性。做一个不好惹的女人，能做自己喜欢的事，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，这样的日子真的很惬意。不好惹的女人活得很自由，你要做一个不好惹的女人，因为你独立有主见，生活会更有底气。因为你有原则有底线，生命会显得更加珍贵。因为你有清晰的界限感，活得会更加真实自由。为了活出最好的自己，实现自身最大的价值，你要永远保持独立，坚守自己的原则底线，不轻易妥协，不盲目迎合，自由奔放，随心所欲，给自己设定明确的界限感，别让闲杂人等消磨你的生命，这样你就能活出心灵自由舒展的模样。你要成为一个不好惹的女人，内心充满勇气与热情，能量满满，不知疲倦，不断探索自我的可能性，领略世界的丰富性，活出自己的光芒。一个不好惹的女人，你越独立，就越有魅力。你的原则底线是你最好的保护伞，你的界限感是你捍卫自由的武器。你越显得不好惹，你的人生就越自由，越精彩。不该忍的时候不必忍，你从小被教导最多的或许就是忍。忍一时，风平浪静；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这大概是教你解决纷争时最和气的一种方法。但你得明白，有时候你退一步，忍一下，换来的可能不是平静与宽容，而是更加无理的对待。你或许在网上读到过这样的话，我深感赞同。一个人的修养，不是在于被欺负后依然微笑，被冒犯后依然礼貌。修养是你从不主动冒犯他人，不以恶意揣测他人，不先以言语攻击他人，可一旦受到了侵犯，以牙还牙，才是一个成年人该有的态度。所以不该忍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要忍？拿出你的气势，亮出你的态度，让每一个侵犯你的人都知道你的底线和原则。勇敢一点，让他们知道，再柔弱的女子也有反抗的力量。你并不是一只病猫，而是一只既能慵懒瞌睡，又能张牙舞爪，一掌击地就能让坏人后退的母老虎。只对少部分人好，你无需刻意去讨好每一个人，不必下意识地对每个人都温柔以待，更无需期望得到所有人的青睐。毕竟，即便是人人趋之若鹜的人民币，也总会有人不屑一顾。你得有自知之明，清楚自己只能赢得少数人的喜欢，所以只需对这部分人好就足够了。其余时间，该专业时就专业，该礼貌时就礼貌，该谦让时就谦让，该理性时就理性，但别泛滥你的感情，别把义气和温柔撒给所有人。你得学会承受，能承受多少人的喜爱，就能承受多少人的讨厌。你的目标要明确，少数人的认同就足以支撑你走过所有艰难。成年世界里要做的事太多，精力有限，只对少数人好，既减压又明智。你可以有自己的脾气，不必委屈自己，不必隐忍，有气就撒出来，别憋着，有怨就说出来，别忍着。没人喜欢唯唯诺诺、畏首畏尾的女人，因为这样的女人太过无趣，太过小心。
相反，那些敢说敢做、敢拼敢干的女人，活得精彩又痛快，往往能收获更多的惊喜。往后余生，做个不好惹的女人，不畏将来，不念过去，一心向前，往事清零，爱恨随意，心有期待，未来可期。你要相信自己，你想要的生活一直在路上。愿你所求皆如愿，所行化坦途，多喜乐，常安宁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